Hello，我是 BB，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全球畅销7000万本、非常有名的一本书《思考致富 Think and Grow Rich》。这本书是在1937年出版的，虽然已经超过100年了，可是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经典，很值得学习哦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古书，所以也要介绍给你哦。今天我会讲一下作者拿破仑·希尔是谁，为什么他会写这本书，还有里面的几个小故事。真的光靠思考就有办法致富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作者拿破仑·希尔出生在美国一个很贫困的家庭，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去附近的杂志社打工，帮家里赚一点钱。在他20岁的时候，杂志社派他去采访有名的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。卡内基的故事也很神奇，他是在1835年出生的苏格兰人，后来全家移民到美国，但是生活非常贫困。卡内基也是边打工边长大，过着很辛苦的生活。他白手起家，创了很多间公司，慢慢的取得很多成就。后来他跟他的弟弟一起创了卡内基钢铁公司，变成美国有名的钢铁大王，也是超级有钱人。在他年长之后，他盖了很多间图书馆，捐给美国各地。他也创办了知名的卡内基美容大学。拿破仑·希尔在20岁的时候有幸采访到卡内基。当时卡内基看到希尔，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，就问他说：你愿不愿意花20年的时间采访各地的有钱人跟成功人士，把他们成功的经验写下来，集结成书？这样子的内容一定可以帮助后代世人学习要怎么成功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我会提供成功人士的人脉，但是你要自己去采访，而且我不会给你任何1毛钱，这样子你愿意吗？就问希尔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拿破仑·希尔几乎是没有考虑就直接答应了，觉得这真是太棒的学习经验了，可以采访到各地的成功人士，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，所以就算没有钱也很值得去做。希尔就答应他会用毕生的时间去采访这些人，而且会把精华集结成书。希尔就花了20年的时间采访了500多位成功人士，包括发明家爱迪生、贝尔、亨利·福特，还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、罗斯福总统等等的大咖，最后就写了这本《思考致富》，所以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精彩哦。拿破仑·希尔把如何成功大概分成了13个法则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一个法则：要有钱、要成功，就要有强烈的渴望。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渴望，你是很难成功的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做啊。在他采访爱迪生的时候，他发现了爱迪生有一个合伙人叫做巴恩斯。大部分的人只知道爱迪生，但是不知道巴恩斯是谁。爱迪生在当年就是很有名的发明家嘛，他身上有超过1000多个专利，他也有贩售他发明的东西。那巴恩斯是谁呢？巴恩斯是他事业上的伙伴。原来很久以前，巴恩斯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没钱没人脉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，就是他想要跟爱迪生合作，一起卖产品。他想要当爱迪生事业上的合伙人，而不是想要帮他打工而已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爱迪生也不认识他，巴恩斯到底是谁啊？巴恩斯心中有这个愿望非常久了，有一天他就决定要搭火车去见爱迪生，要向他毛遂自荐。但是因为他很穷他甚至都没有钱买火车票，他有一点像是偷搭火车的概念，就偷搭了一班，然后就去找爱迪生。他直接跑去爱迪生的实验室，大胆的告诉他，我要当你的合作伙伴。爱迪生看了他一眼，觉得他有点奇怪，但是也没有马上拒绝他，就跟他说，我刚好有一个打杂的职位，不然你就先做做看吧。巴恩斯就从最低阶的员工开始做起，他做了好几个月、好几年，都是最低阶的员工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愿望，他就是想要跟爱迪生当平起平坐的生意合伙人。有一天，爱迪生发明了一个产品，叫做爱迪生录音机，但是卖得不好，销售成绩不佳。巴恩斯觉得机会来了，就跟爱迪生说，这个产品交给我来推销，我有办法卖出去，一定会卖得很好的。后来这个产品真的大卖，原来巴恩斯真的有销售天分。就这样子，他跟爱迪生开始密切的合作，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合伙关系。巴恩斯的成功是因为他有很强烈的渴望，他有不放弃的精神，就算对别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只要你有强烈的渴望，勇往直前的决心，你就一定可以办得到。
对了，这本书的字真的很多，不管是翻译的还是原文的都一样，字非常多。所以最近呢，我都在用喜马拉雅有声书 App， 里面就有《思考致富》这本书哦。我可以用很琐碎的时间，例如在车上啊，或是等待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听我的有声书。我觉得真是超方便的。喜马拉雅 App 里面有超过15万本的华语正版有声书哦。《思考致富》这本书也有在里面，而且还有很多畅销书哦，连《秘密》这本书也在里面哦。你想到的应该都有，我觉得真的很方便。而且我可以调整语速，如果我嫌它讲得太慢，我可以调 1.5 倍或2倍，让我看书更有效率。而且啊，像是《思考致富》它是英文的嘛，翻译成中文书，那每一间出版社就会翻译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有很多种版本。在喜马拉雅 App 里面也有很多种版本可以选择哦。如果你一个版本听不习惯，还可以换另外一个版本。我就有发现这个版本还不错，而且啊，其中有一些书还有字幕的功能，你可以边看字幕边听耶，超级方便的。你也可以直接跳到你要的章节去听取你想听的部分就可以了。这么棒的 App 其实是要钱的，现在厂商提供了一组我的专属连结，只要用我的连结下载注册的话，你就可以享有14天的 VIP 免费试用哦，比一般的用户会多1倍的免费试用哦。这个连结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所以今天就去下载吧，就可以开始享有14天的免费试用哦。再来这个重点呢，作者建议我们要具体化你的渴望，你的渴望不要太模糊。如果你是觉得说啊，我想要当有钱人，这个太模糊了，要具体一点。你要列下来，第一点，你想要多少钱，要具体一点。第二点，你想要什么时候达成。第三点，你计划用什么方法来得到它。这边不是空想哦，这边是要用价值的交换来思考。第四点，你每天打算怎么行动。第五点，把这些都写下来，一天念2次，早晚各1次。在念的时候要感觉，而且相信你已经有这些钱了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吸引力法则我之前在讲的东西啊？就是把你的愿望列下来，每天念好几次。没错，思考致富就是早期的显化教科书哦，因为它里面就会有这些方法。那这些方法也跟我之前讲的非常相似。希尔的13个成功法则里面的第2个法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坚强的信念。这是他在采访亨利·福特的时候得到的启发。亨利·福特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？就是福特汽车的创办人。有一天呢，亨利·福特对他的员工说，我要你们去研发一台新的汽车引擎，里面要有8个气缸，而且是单一塑造体。大家听了都非常傻眼，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怎么可能办得到呢？8个气缸而且单一塑造体，觉得真的是太难了。但是亨利·福特就说，不管多难，你们就一直去 try 到成功为止。那些工程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失败，每次失败就会来抱怨，觉得说啊，我们觉得做不出来啦，不要再折磨我们了，不可能做出这种引擎的啦。但是亨利·福特就会告诉他们，要继续做，做到成功为止。他的员工啊，就这样子研发了1整年，终于技术就突破了，新的引擎 V8 就诞生了。这个引擎颠覆了当时的汽车市场，也让福特稳固了全球的地位。这就是福特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。他觉得这个引擎一定做得出来的，就算当时的技术还没到达那个程度，但是他也不放弃。他告诉大家一定要继续试到成功为止。这也让我联想到现代的钢铁人伊朗马斯克，他当时想要制造电动车的时候，也是一大堆人在吐槽他，觉得怎么可能啊，因为电动车有很多技术要突破，像是电池就非常昂贵，还有安全的疑虑，到底要怎么做出安全平价的电动车呢？但是伊朗马斯克也没有放弃啊，他就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大家都说电池很贵的话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如果你的电池是跟别人买的，那当然成本会很高啊，因为别人总是要赚钱嘛，所以电池的成本一定会压不下来。那么为什么不要自己研发电池呢？那干脆就自己来研发电池啊。电池需要什么？其实就是一些金属矿物跟化学材料，如果自己研发的话，就可以想办法把那些成本降到最低，降到接近材料本身的价钱。所以他们就自己开始研发电池，后来就开始一台一台车的制造。当然伊朗马斯克也不是一帆风顺，像当时 Model 3想要大量生产，就遇到很多的技术难题，好几度都濒临破产，也一度不被大家看好。据说当时伊朗马斯克是睡在实验室，跟他的员工们一起打拼，要突破那些技术难关。
后来真的成功了 ，Model 3才开始量产，特斯拉才开始慢慢起来，慢慢稳定，也开始演变成今天大家看到的特斯拉。我觉得马斯克也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念，就算他想要做的事情大家都不看好，但是他真的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如果是一般人，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好，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很多，我会分成好几集来跟大家介绍哦。记得用我的专属连结去下载喜马拉雅有声书 App， 就可以得到14天的 VIP 免费试用哦，非常推荐给你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